罗主簿，你家郎君如此临阵怯场，罗老太爷的文脉怕是无人继承了。罗府百年声望，侯爷岂可如此草率便下定论？罗慎远，连家学都没有进过的人，这哪有你说话的地儿？还不快坐下！且慢，这位，他也是罗府儿郎。他是罗府三公子罗慎远，见过孙先生。姨娘，你一个姑娘家出来做甚？父亲，姨娘有些话不得不说。既然是赛文宴，就应该海纳百川，英雄不论出处，才学不论出身，这才是赛文宴的意义，也符合我们罗府100年来的胸襟。西姑娘不仅琴弹得好，还如此巧言善辞啊！多谢陆后。其实七姑娘说的，与当初文斋兄不谋而合呀。当初文斋兄举办赛文宴，就是想给天下的有才之士们一个自我展示的机会。他曾言道：“罗府文宴只论才选，其他皆无关紧要。”孙先生所言极是，罗老太爷胸怀宽广，当世罕见，实乃我辈文士之楷模。既然如此，就拿上来吧。是。请先生过目。风起千层浪，雪霁万山出。少时凌云志，今宵蒙尘中。寻梦他乡里，醉卧故人冢。起身舞长剑，何惧复苍龙。历经岁月蹉跎，不改少年志向，寻的是少年意气，书的是胸中快垒。好志向，好诗句呀！先生谬赞。罗主簿，罗府有子如此，将来必能光耀门楣。文斋兄已后继有人了。多谢先生夸奖。能得到孙先生如此夸赞，这罗三郎可真了不得。你叫罗慎远？回先生，是。君子慎独，志存高远。好名字！当日在殊死相遇，未能来得及与你深谈，没想到，你竟然是罗府中人。那日未能认出先生，晚辈失礼了。哎，你我一见如故，何必拘泥俗礼呢？不知你师从何人呢？哦，晚辈闲时自读自学。三郎甚远，你可愿入老夫书斋？学生甚远，拜见老师，承蒙老师厚爱，甚远不胜惶恐。今后愿追随老师钻研学问，不堕老师门楣。好，快起来。
二叔连家学都不让他进，这罗慎远怎么会？不要理会其他人，你呀，只需要好好想想，母亲花了如此多的心血，你却也做不出什么好诗词来。我的好姐姐，我罗山远志不在此。要是让我比武论兵法，我必拔得头筹。山远兄，怡玉妹妹，今日妹妹的古筝可是清雅脱俗，妙音仙子下凡恐怕也不过如此。多谢谬赞。多日不见，玉妹妹好似与我生分了。程公子莫不是有些醉了？你我本就只是长辈世交，本就不相熟，程公子何出此言？还有，刚才诸如妙音仙子之语，程公子以后不要再说了。这若是被旁人听了去，岂不误会？山哥，六妹妹身体不适，母亲让我们早些回去照看。没想到这个罗家庶子，以后要名满京城了。如此蛰伏待机，这罗三郎绝非等闲之辈。七姑娘，方才七姑娘的琵琶，似不像是女琴师所教。洛侯，此言是何意？如此杀伐之气，不该是女子有的。难道陆侯没有听说过乔国夫人的故事吗？女子为将者，古往今来并非一人，杀伐之气也并非男子独有。七姑娘好气魄呀！别的娘子弹曲都是花好月圆，阳春白雪，这七姑娘悲壮之气，似是感同身受般贴切。洛侯，这是在夸赞我。若是非你所钟爱之曲，还是少弹为好。陆侯是不是管得也太宽了？我爱与不爱，弹与不弹，与陆侯有何关系？这赛文宴也已经结束了，陆侯有许多公务在身，就不必在此多逗留了吧？七姑娘这是主客。岂敢！这罗府虽然是100年园林，可是陆侯也是瞧不上吧？我也要回去给各位宾客回礼了，就不奉陪了。侯爷，这七姑娘可是你要找的人？像又不像。对了，陈导演有线索吗？还没有。跟我来。请拿请放。恭喜啊！这些东西金贵，直接放车上吧。拜得告师啊！恭喜办得很成功，没想到时隔这么多年，还能再次见到赛文宴的盛景，实属难得，实属难得呀！都是孙先生的功劳啊！哪里哪里，留步吧，罗主播。孙先生，稍等片刻。白管家。是。侯爷，这个礼物看样子有点蹊跷。茶。是。哎呦，使不得，真的使不得呀，罗主播。孙先生，一些文房四宝，略表心意。罗主播，能参加赛文宴，已是老夫之幸啊。这些东西啊，就……孙先生，实不相瞒，听闻先生学斋广招寒门，不论贫贱，不要束修。家母听后颇为感慨，一点小意思，还请先生笑纳。若是这般，老夫便收下了，也待寒门学子们谢过老夫人。快抬到车上去。哎呀，罗主播告辞了。孙先生，慢走。
且慢！抱歉，惊扰孙先生和罗二爷了。叶统领，今日是所谓何事啊？近日朝廷重犯在逃，皇城司奉命搜捕，恰巧有人在此发现了重犯的身影，陆侯下令追捕，还望二位多多包涵。既然是公务在身，请便。下官职责所在，来人，把这箱子给我打开。是。等等，叶统领，这箱子里是罗府给孙先生的回礼。叶统领，箱子里是罗老夫人送给孙某人的文房四宝，想来应无问题吧？孙先生，下官职责所在，不敢放过一寸一厘。这都是风雅之物，岂是你们？简直有辱斯文！得罪了，谁敢造次？走！大胆！不得无礼！见过陆侯。晚辈无礼，还望先生莫怪。陆侯，你的手下倒是尽责得很呐。朝廷有命，定要将罪犯捉拿归案。晚辈也是为维系法典，多有得罪了。陆侯，这箱子里面尽是文房四宝，还是不要搅了这风雅为好。风雅天成，折损他的并非本行。如今如此作为，也是为维护孙先生的名声。那要是搜不出逃犯来，当如何呀？那本官定会给先生赔礼。来人，在。开箱。是。风雅之物，还是莫要开箱损坏为好。晚辈唐突了，望先生海涵。简直是胡闹！陆侯慢走，恕不远送。来日方长，罗三公子。侯爷，如何？属下跟着孙介的马车一直到书院，看着把所有礼物卸下，直到马车离开，也并未有异样。所有离开罗府的客人和马车，也都仔细搜过了。罗府今日除了给孙介回礼，还有没有给其他府回礼啊？回礼？给程府回礼了。据说，程公子之前去罗府带了好些礼物，这次罗府也给程公子准备了好几箱礼物，让他带回去。那程府的马车有没有仔细搜过？属下已经吩咐过了，所有的马车必须严查。但公子跟侯爷的关系，程府的马车他们不太敢造次。糊涂啊！侯爷的意思是，那人跟着程府的马车跑了，我这就让人去追。别了，怕是迟了。不过如果真如我所料，倒是遇到了不可小觑的对手。看来之前是小看他了。来2个人，帮忙卸下箱子。恭喜三哥，今日一鸣惊人，假以时日，必能得偿所愿。想必现在道衍师兄也已经顺利脱身了吧？这件事情还得谢谢我的妹妹和青渠。
我这么聪明伶俐，那自然是因为强将手下无弱兵。当然，也是因为三哥好计策，知道陆家学性子多疑，才给了我们可乘之机。陆家学早晚都会想明白的，瞒不了他多久。你是说，你担心他会死死盯上你？我跟他，早晚都得是你死我活的局面。我是担心你，担心我？也不知为何，这个陆家学对你越发留意了。是因为你那曲《霸王卸甲》弹得极好吧？可能是因为这曲子杀伐太重，正好与他的心境相合，才会引起他的注意。大不了我以后就不弹了。对了，三哥，之前你师兄在你这儿的时候藏在哪儿了？哇，这里竟然是个密室啊！哇，三哥，你这个密室是做什么用的？当然是为了防止今天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可是你这样告诉我，就不怕我说出去？除了少安，你就是我最信任的人。好啊，在你心里，我不如少安。应该这么说，你就是我最信任的人。这还差不多。哦，对了，前2天郑妈妈回信说就快要回来了。有些事情直接面对，要比逃避好。怡宁，相信我，所有的事情我都会陪着你。父亲，醒了。大夫说你并无大碍，只是疲劳过度。看来，你为了赛文宴，的确刻苦用功啊。多谢父亲体恤。儿子这几日确实没有睡好，才会临场失忆。住口！刻苦用功，乃是读书人的本分。头悬梁，锥刺股，那更是寻常。文会乃是读书人的战场，三军在前，就应该勇往直前。你临场怯战，就是临阵脱逃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的举动，让多少人看我们罗府的笑话？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文会而已，你都应付不了了。科考在即，你该如何应对啊？如何？儿子必全力以赴。不服。我一直以为你从小就是一个要强的孩子，但是没想到，还是一股小家子气。没有用的东西。爹爹，找个大夫给他瞧瞧。轩哥，你没事吧？都怪你！没日没夜让我温书，整日逼我，我才会临场紧张，在那么多人面前出丑。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姐姐都是为了你好呀。为了我好，你心里想的只有你自己。我还成了全城的笑柄，就连季墨轩那个不受待见的，
现在也压在我头上，你高兴了？轩哥，别管我！没想到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这罗慎远也真是邪门了，他怎么就能……这孩子，我早就看出他不一般。你别看平常不言不语，任人欺负，但是眼睛里呢，有那么股倔强劲儿。我只是没想到他竟还这么深藏不露。不过是个卑贱之人，胡诌了一首诗，也看不出哪里比咱们山歌那首强。不过这赛文燕呀，到底是让这二房捡了个大便宜。人家孙先生说好，那就是好。奴婢只是看不惯，这些年二房总是骑在咱们大房头上，不过是仗着二爷在京为官，咱们大爷外放没回来。我托娘家的事儿，近日有回音了，大爷就要回京了。那太好了，大娘子，您再也不用一个人苦苦撑着，那么辛苦了。姑娘，青渠去城门口接人，应该马上就到了。郑妈妈，您总算到了，候您多时了，快请进。郑妈妈，快免礼。你是陪着我母亲长大，陪她出嫁，一直陪她到最后的老人了，您不必向我行礼的。当年我离开罗府的时候，姑娘尚在襁褓之中，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了。亲去来信说姑娘身体不适，老奴这就给姑娘看看。不忙，我们先去见过祖母吧。哎呦，瞧我，都已经忘了礼数了。是。祖母。老奴郑荣给老夫人请安。起吧。谢老夫人。多年不见，老夫人身体可还康健？是多年不见了。我就是不明白，当年怡宁那么小，你又是明兰生前最得力、最可信的老人，我那么恳求你留下来照顾怡宁，你就这么毅然决然地离开罗府，那如今为什么又肯来了呢？祖母，是我请郑妈妈回来的。我想着郑妈妈照顾了母亲一辈子，又培养了青渠在我身边，就想着让青渠去把郑妈妈请回来，在京城游玩些日子。老夫人，当年老奴确有苦衷，还请老夫人勿怪。罢了，过去的事我不想再提了。谢老夫人，过去的事便是过去了。宁客死以流亡兮，余不忍为此泰也。知鸟之不群兮，自前世而固然。哎呀，师兄，你的字还是一如既往的刚劲奇绝。离骚者，犹离忧也。师兄，刚刚脱险，不如我们今日就离忧如何？道隐师兄，这小师弟都来了，来尝尝我的手艺。咱们师兄弟已经多少年都没聚了。师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，他可能是旧伤还没好。师兄，我给你叫大夫吧。不用，喉结，老毛病罢了。
七姑娘，郑妈妈，七姑娘还留着你母亲当年的东西呢。当年我母亲病逝，乔小娘就把我母亲的陪嫁都给变卖了，连明兰堂都给拆了。如今就只剩下这些东西了。乔小娘这个贱人，祖母一定告诉过您，不要跟我说太多其他的。可是小娘已经得到了报应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吧。是，都过去了。只要姑娘您好好的，大娘子也就安心了。姑娘，让老奴为你把把脉吧。青曲来信说你身体不适，虽然老奴医术粗浅，但是为了姑娘，一定尽力而为之。郑妈妈，我之前是身体有些不太舒服，不过近几日已然好转了。可青曲说是我骗您，让青曲把您骗回京的。郑妈妈，其实我是有话要问你，关于我母亲病逝，您到底知道多少？老奴能说的，必定对姑娘毫不隐瞒。当年父亲偏爱乔小娘，我母亲不堪忍受，就搬去了别院。他提出与父亲和离，这可是真的。确有此事。你父亲宠妾灭妻，乔小娘又惯使用阴险手段，他四处散播流言，污蔑大娘子要害他。大娘子性情高洁，不愿与人相争。如果不是因为七姑娘的缘故，大娘子是不会再回罗府的。那我母亲回来之后，父亲可曾去看过她？有过一次，那是你刚出生后不久。那一次，你父亲还特意带了些你母亲喜欢喝的茶叶。茶叶？是，我记得特别清楚。那一日，你父亲出乎意料，特别的和善。他逗弄你半日，你母亲见他这样，便也不好服了他的面子，就喝了2口他带来的茶。谁知没说几句话，他竟然惦记着大娘子为你准备的嫁妆，想让大娘子为他买棺铺路。大娘子气愤不已，都倒进了秋海棠里。谁知后来，竟还让秋海棠烧了根。秋海棠？是。可是祖母告诉我，是因为黄芪牡丹汤才烧了根。那是你母亲不好和老夫人说，她不愿意喝你父亲带来的茶。茶叶。对，就是这个。这正是当年二爷送给你母亲的茶，竟然能留到这会儿。我母亲病逝，会不会和父亲有关？当然和你父亲有关系。如果不是因为你父亲薄情寡义，你母亲怎么会年纪轻轻就一病不起，然后就香消玉殒呢？宋大师兄的事儿还是要尽快，不能让陆家学的人察觉。知道了，齐安会安排好的。算了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师兄是老师最得意的门生，少年中举，官家钦点入仕，如今却只能逃窜保命。都怪我，3年了，没有任何作为。公子经营六合酒肆，又经营海运，保护了所有的师兄弟，找到了李应伦和陆家学，现在又从老夫人那儿拿证词，怎么能说是没有作为呢？
七姑娘，茶好了。决定好了吗？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问题。有毒！怡宁，父亲，你身边丫鬟呢？怎么没跟着？这么晚了，跑到这里来做甚啊？女儿正要去找父亲。近日我在收拾东西，看到一些母亲的遗物，睹物思人，便想着出来散散心。斯人已去，往事已矣。你翻出来这些旧物，只会徒增烦恼啊！这些故人旧事，父亲都已经忘记了吧？但是母亲的音容笑貌，女儿时刻记得。所以，女儿想问问父亲。七妹，怎么在这儿啊？父亲，一点规矩都不懂。莫要以为在赛文宴写了一首好诗，外面的人罗三郎罗三郎的喊你，你就可以翅膀硬了。不要忘记你自己的身份。申远现在是孙先生的学生，除此之外，别无身份。还学会顶嘴。这几天你好好在即墨轩给我待着，哪儿也别去。父亲是要进我的族吗？可孙先生说这几日让我跟他去文会，那既然父亲都这么说了，孩儿就不去了。去。当然要去，好好表现。是。怡宁啊，你要问我什么？早点休息。你的心情我理解，可只凭那有毒的茶水，说明不了什么问题。若真的是他，你无凭无据的，他更不可能对你吐露实情。三哥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原本以为我都已经铁石心肠，我以为我可以承担，可是……惹风波，惹寂寞，惹一场漫天烟火，换难过，谁是赢，谁是……没事的啊，你还有我，还有我呢啊！若真的是他，只管但凭心意行事。就算你要与全世界为敌，我也必然站在你的这一边。你涓涓如歌，在心底泼墨，只一个交错，燃一生纹落。任万千人影灼灼，认定你轮廓，情无计后果，用一生缄默。这是我娘靴，好看吗？好看。所以我也好看吗？
对，齐美是世界上最好看的人。三哥，我一日不弄清楚这件事情是不是和父亲有关，我就一日不得安宁。抱歉，又打扰了，赵大夫，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，想请教您。七姑娘，可是又发现了什么新的线索？我问过服侍我母亲的妈妈，她说我母亲临死前十分痛苦，口舌麻木，全身刺痛，言语不清，这可是生病导致。从未听说顾大娘子还有这样的症状，听你这描述，倒像是吃错了药，或者是中了毒。这是我母亲生前喝过的茶，我验过了，确实有毒，还劳烦赵大夫帮我查查，到底是什么毒。师兄，今日一别，多多珍重。元儿，希望你我再见之日，就是老师之案重启之时。师兄放心，我定不会让弟兄们一辈子躲躲藏藏。钱安，哎，一路小心，多照应着点儿。是，公子。公子，七姑娘的东西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父亲，怡宁也在啊。母亲，儿子给您请安。嗯，坐吧。啊，哼。哎呀，这孩子一大早啊就到我这儿来用早膳了。我是馋祖母小厨房的手艺了，听说最近多来一份时令的桂花糕，我特意要来尝尝。你要是爱吃的话，我让厨娘专门给你做了，给你送去不就得了吗？那哪有蹭吃蹭喝来的香啊？嗯，蹭吃蹭喝，你说你这个孩子，为了一口吃的，还有这么多的歪理。祖母，我可不白吃您的，我今日可是带了一份上好的香茶，已经制好、碾好，成茶粉了。正好父亲今日也在，我们就一起尝尝吧。雪芝，今日我在外面还有点应酬，茶就不喝了。既然母亲安好，儿子就先行告退了。父亲留步。今日这茶格外特别，还望父亲一起尝一尝。为父什么茶没有尝过？哎呀，成章啊，就留下来喝一杯，不耽误你应酬的。也不知道这孩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。南风如镜，嗅过人间，海棠依偎，彼池庭前，望茶香，寥寥飘过长街。心若有喜，便自青天，家门如钢，还在身边，月有缺。祖母，这份茶量最少，不影响您中午睡觉。父亲，依您知道您是品茶高手，这份茶取的是它的本味，您尝尝看。绕无言青丝召唤白霜，半生一想到梦乡。
父亲感觉这茶汤如何？这是龙凤团茶。父亲还记得，这是当年您送给我母亲的茶。这是明兰留下的茶呀。祖母，那日我在母亲的遗物中翻到此茶，也是激动不已，第一时间就拿给父亲询问。那夜你来找我，就是为了这茶。这龙凤团茶无比珍贵，如今的那些皇亲国戚，也是一饼难求。我也是好不容易才得了一点儿。我还记得那日，明兰跟我大吵了一架。我以为你母亲已经把这个茶扔了，没想到还保存了10几年。那是为何要吵啊？是不是又为了乔小娘而吵的？不是，那个时候我官场失利，父亲又为人刚直，不肯帮亲，我就想在官路上使些银子，就去问你的母亲，讨要了一些陪嫁。真是糊涂至极！你竟然动用这种伎俩，你竟然还想动用明兰的陪嫁！母亲教训的是，儿子也是后悔万分，再也不敢动用这种心思了。当年你父亲要是知道这件事情，非动用家法不可。儿子也是一时如忧蒙罗心，还好没有让家族蒙羞。谢谢你为我找来10多年前的龙凤团茶，若是没有这茶，我也没有机会去试探父亲的反应。现在松口气了吧？父亲的样子不像有所作为，若是他心里有鬼，定会露出些破绽。可是，若不是他，到底会是谁呢？等赵大夫找出了茶里究竟是何毒，也许就有眉目了。即使真的是他，我觉得你也下不去这个狠心。纵然他有很多的不是，很让你失望，但是父亲，终究还是父亲。那你呢？你恨他吗？有过，但我身为人子，无法选择父母。我就做好我自己该做的事情。秋闱将至，你入族谱的事情不能再拖了。上次父亲对你的态度虽说有所回转，但那也是因为孙先生的缘故。若是让父亲允许你入族谱，恐怕还得再推一把。母亲精通商道，又懂得算账，若是没有嫁来罗府，一定是一个叱咤八方的女商人。到了这个年纪，不嫁来罗府，也会嫁去别处。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好或不好，谁都说不准。比起别处，我觉得嫁到罗府挺好的呀。这儿有你，而且老夫人对我也不错。那母亲，您就准备和父亲这样相敬如宾一辈子吗？我跟你父亲现在各过各的，互不干涉，没什么不好。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呀？母亲想过什么样的日子，姨娘当然都支持。只是我想着，还是要为将来多做些打算才好。若是之后我出嫁了，或是这个乔小娘死里逃生又回来了，那该怎么办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母亲，自从三文宴之后，虽然父亲还是不喜欢三哥，但是在众人面前，他不得不承认三哥就是我们罗府的子弟。若是他过继到您名下，您就有了嫡子，这将来不就有了依靠了吗？而且我三哥不仅人好，才学还好，这将来要是中了进士，您就是进士的母亲；要是中了状元，说不定您还是状元郎的母亲呢。
瞧你说的，这哪是说中就能中的呀？而且，他现在大了，我怕是当不好他的母亲。这府里要是母亲做不好，怕是没人能做了。这自从您掌家之后，每个月的吃穿用度，无不想着都给他留一份儿。嗨，一视同仁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而且母亲，三哥上次在田庄的时候，因为您扭了脚，主动背您，把您一直背到田庄，那就是母慈子孝啊。哎呀，他吧，以前我总觉得他沉着脸，但这次发现他其实心地挺好的。而且他是那种知恩图报的人，以后一定会对母亲好的。这个事儿还是得跟你父亲商量。你知道，你父亲那关怕是不好过。